现在唯一能做的，只有熬到中州，熬到离开这片鬼地方。一个没良心的，老子在这儿受罪，你在那儿吃自助餐。你看到了吗？那些被抬走的人，怕是直接被扔下船，为了海兽。我听说圣地为了节省能量消耗，把人送去当能量核心，活生生榨干。发生了什么呀？等你晕过去了，你就知道了。急什么？回元丹，再来10瓶灵石，我拿法宝换灵石。1瓶4阶回元丹，100上品灵石，外面最多30。你们这是割韭菜，这是方啊！嫌贵可以不买，出了这道门，我看你还能撑几天。下一个，祖传秘籍换补气散。爷我有大把的丹药，但在这儿卖药，怕是嫌命长。第七，海兽拳。哪怕这里大都是元婴修士，也没人敢动。这不是个人能插手的战斗，这是数量上的碾压。护卫队出击！这并非体现在华丽的武技或惊天的异象上，而是这种在极端环境下依旧能够稳定执行的效率。好家伙，这哪里是单纯的护航，分明是中州圣地借着运送各州修行者的机会，在绝灵海上一路收割。几百万修行者交了天价票，不仅是乘客，更成了引诱海兽现身的活饵。激烈对抗与财富被圣地精准算计，连一根骨头渣子都没打算放过。活生生的渔场，他们真是算计到骨子里了。熬到中州，熬到有正常空气的地方。这一切，只是绝灵海上的第一轮考验，圣地的冷酷与精密。这种痛，倒让我一刻都不敢松懈。五行诀也在这极限环境里一点点运转凝练。到了。望这个字，从来不是形容人，而是形容海，因为连海都只能仰望。这就是非洲在望海崖的汇合地点。没有人说话，但所有人都能感受到，这里已经不是他们说了算的地方。72州共200余万修行者，15剑已齐，休整3日，3日后进入深渊回廊，2日之内在阵法内自由活动。愿各位道友好运。第3日必须服从圣地安排，深渊回廊内随时轮番守阵或出战。深渊回廊，这么大阵场，还要合体进带队，那地方得有多危险啊！我想回家，我想种地，这中州谁爱去谁去吧。在这15艘巨舰、200多万名大佬的包围下，我这个假丹就像是混进老虎群里的一只鹌鹑，连呼吸都觉得是在僭越。瞧你那点出息，小道友，撑着点。这望海崖可是绝灵海中唯一的休整点，在这里你都撑不住，进了深渊回落，你怕是要直接化成灰。老前辈，我想回家。这阵仗，这哪是去求长生啊？这分明是去玩命。废话，长生大道哪有不玩命的？走吧，这2天我们要去望海崖，那里在这2天会形成一个绝无仅有的坊市，我要到坊市走一趟。啊，还要出去？我这身体在那儿你会好受点儿。圣地在崖上布有平波镇灵阵，虽然不能让你吸收能量，但至少能让外界的能量不那么暴躁。旺财，给我老老实实待着，外面全是能一眼看穿你祖宗18辈的狠人，敢露头，咱俩今天就得变成狗肉火锅。活过来了，至少暂时活过来了。4阶碧水金睛，换5瓶2阶回元丹。千年寒铁母，只换4阶以上极品符箓。归元宗那3位肯定也在这方圆百里的黑石崖上。婉儿小姐，那个我肚子又不舒服，可能是这儿的风水克我。移炷香之内滚回来，否则本小姐可不等你。得嘞。旺财，闻到了吗？老祖和师尊的气息。去，把这个给他们，别让人发现是你干的，也别让人跟上你。这价格能不能再降一点？绝灵海就这行情，爱要不要？这小娃的那头，别动！这孩子，不必买了，咱们的福将送礼来了。婉儿小姐，
我回来了。既然回来了，就别乱跑了。这里的东西杂得很，你跟着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合用的防身之物。记住，别走远。好的。刚才旺财送药的时候，我可是亲眼看到了那些元婴大佬为了争夺一点资源有多疯狂。200多万修行者，还有那深渊回廊里，不知藏着什么异兽的海底。光有传送符还不够啊，万一要是被什么厉害东西缠住了，或者是被人堵住了，连捏碎符箓的时间都没有怎么办？得有个东西能帮我拖延一下时间，哪怕只是一息半息，也足够我跑路了。阵法，既然想苟，那就得苟得专业点儿，光靠2条腿跑是不行的，得学会在路上挖坑设障。反正我有现成的阵图，又有那枚灵晶做核心，如果能弄点材料，捣鼓出一个简易版的防御阵或者迷踪阵，不求击败敌人，只要能绊住敌人脚后跟就行。老板，这块空文云母怎么卖？你买这些阵法材料做什么？你还会阵法？婉儿小姐，您也知道我这人胆小。上次在古墓，要不是运气好，利用了里面残留的阵法困了那家伙一下，别说我自己能不能活，可能连您和老前辈也不一定能全身而退。这些天在非洲上，看着外面那些阵法光芒，我就在想，既然我想苟，既然我想保命，麻烦总是找上门，那我干嘛不多研究一下阵法？若是真遇到了危险，我不求能反击，只要能随手丢出几个阵盘，困住对方几息时间，哪怕是多争取一息的逃生机会，那也是好的啊。你倒是想得明白，在这修行界，能活得久的，往往不是最强的，而是最谨慎的。既然你想学，那就买点吧。那种空文玉母虽然不错，但若是用来炼制阵旗，还需要搭配一些导灵性好的金属。去那边看看。望海崖、深渊回廊，200万修行者，这个世界太大了，大到我连害怕都显得可笑。但是只要有一线生机，我就不会放弃寻找，哪怕是多挖一个坑。这节紫云童母换10瓶3阶回气丹，阵旗旗杆的材料坚韧且导灵，正好缺这个。但10瓶3阶丹，嘿，这老哥脸色比他还黄，急的不是我。我这儿只有2阶极品的回元丹，但纯度极高，1瓶顶2瓶，而且没有单独换。极品，这小子随手拿出来的，竟然是极品。这丹药是你炼的？平时没事瞎练着玩的，拿来练手，没想到在这儿还挺值钱。能随手炼出极品丹药，哪怕只是2阶，这基本功也扎实的吓人。他身上还有多少秘密？换心砂，专门用来增强迷阵效果，2坛灵酒换这盒，你赚了。前辈，这旗子怎么比玄体还重？这可是老夫当年在一处上古仙府里拼了半条命才带出来的宝贝，名为天蚕无相旗。这旗面乃是由万年天蚕丝混杂不知名兽皮编织，水火不侵，刀枪不入。旗杆更是用深海龙晶的脊骨打磨而成，坚不可摧。最关键的是，它无属性。这世间阵旗大多受限于属性，火旗不能布水阵，土旗不能布风阵。但这套旗子不一样，它就像一张白纸，无论你是修火、修水还是修雷，只要你有本事往里面刻画阵纹，它就能变成什么属性。这可是为了真正的阵道宗师准备的绝世胚子。真的假的？材质确实不凡，这种丝绸我从未见过，不仅韧性极强，而且似乎对灵力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却又互不排斥。这位道友说的没错，这确实是个好胚子。那是，要不是老夫急需丹药，这种宝贝就算是给做灵石山也不换。不过正因为它是无属性，想要启用它，需要极其高深的祭炼手法和庞大的灵力灌注，一般的阵法师根本不行，甚至可能把它炼废。这就相当于一把没有开刃的神兵，对普通人来说，还不如一根烧火棍。无属性，亲和力强，需要特殊手法，这他妈不就是给我量身定做的吗？灵晶做墨，天蚕无相旗做纸，9宫复合大阵有载体了。前辈，听着是挺好，但这门槛也太高了，买回去还得自己找人刻画，万一废了，那我不是亏大了？少废话，你就说要不要吧。要，但这价格1000瓶3阶回炼丹，一粒不行。1000瓶，回见了您。哎，你这小伙子怎么如此不尊重前辈呀？看上了你倒是还价呀！这玩意儿就是个半成品，甚至连半成品都不算，毕竟上哪儿找人刻画去？100瓶，不能再多了。100瓶，你打发叫花子呢？这可是上古神物，800瓶。就100瓶，再多我就去买那边那套成品的金光阵了。虽然俗了点，但好歹能用。200瓶真的是底线了，再少老夫宁愿拿去填海。可以是可以，但我只有2阶极品丹，没有3阶，但我保证品质不低于3阶。
你先看看。何止是比3阶好，药效估计达到了3阶中品以上的品质。好，成交。拿着200瓶丹药换10面无属性镇旗胚子，光是这万年天丸丝和龙晶脊骨的材质，就他妈值回票价了。不管能不能刻阵纹，老子都不亏。要是能刻，走吧，时间不早了。再好的东西也得有命用才行。大小姐有什么吩咐？是不是饿了？我这还有点灵米。我不饿，把你那极品回元丹借我300瓶。借药，大小姐，您刚才不是买的挺爽快吗？我看您那储物戒里光芒闪闪的，怎么还找我这穷鬼借？那是刚才深渊回廊的情况，我并不是太清楚有多复杂。刚才为了换定库珠，我的存药已经去了一大半了。接下来的路，运气好的话，我们要走1个多月。若是没有足够的丹药储备，万一遇到大阵破碎或者灵力枯竭，咱们这5个人都会陨落。我知道你手里有货，刚才在坊市，我看你换那些真材的时候，掏丹药的动作可比掏灵石利索多了。别藏着掖着，拿出来。到了中州，本小姐还你。大小姐，您这是抢啊！现在的极品回元丹那是命，那是我的血汗钱。到了中州，这玩意儿就是糖豆，这汇率不对啊，我亏大发了。亏，要是真遇到危险，我若是灵力不支，大家一起陨落。你觉得你那几百瓶丹药还能留着下载，还是指望那条狗给你收留残影？别，我借还不行吗？那到了中州怎么算？您可是上官家的少主，总不能白借吧？以后本小姐会还你同等价值的资源，我上官婉儿从不赖账。若是我陨落了，那就算你倒霉。别啊，您可千万别死！您要是死了，我找谁要债去？这可是我的本钱啊！都查清楚了吗？回总指挥，这2日交易频繁，各州修士为了保命，几乎掏空了家底，换取丹药符箓。虽然他们的战力参差不齐，但装备确实提升了1个档次。很好，既然他们已经把自己武装到了甲丑，那就按计划行事。传令下去，全员混编，每艘飞舟由300名炼虚执事带队，3000名化神期为骨干，将那200多万各州元婴修士全部打散编入万灵护界大阵的节点，让他们轮番在阵法节点输出灵力，维持大阵。这样一来，既增强了防御，又……接下来该把咱们的乌龟壳连起来了。阵起，起航。这就对了嘛，这才叫圣地的手笔！1500个炼虚布阵，加上合体坐镇，这配置，别说是海兽，就算是把龙宫捅了，我觉得也没事儿。只要别让我出去拼命，怎么都行。真正的考验开始了。有煞有灵，别说话，凝神守住识海。为什么是他？他明明是元婴期，修为比老前辈高得多。修为高不代表心战强。影煞游灵最喜欢的是心房有裂痕的灵魂，恐惧、绝望、贪婪，这些情绪就是他们入侵的缝隙。你也要小心。虽然你修为低，但我总感觉你的神魂有一种说不出的纯净感，那种味道。对这些以灵魂为食的怪物来说，就像还没沾染尘埃的出生婴儿，吸引力甚至比我这个元婴巅峰还要大。你看他的手指，他在失去战斗力之前并没用灵力护体，说明他在那一刻已经被幻觉彻底控制，认为那是唯一的解脱。物理免疫，灵力穿透，这东西是绝灵海里少数能无视实体防御的怪物，顺着阵法的灵力空隙渗透进来，防不胜防。这就是深渊回廊的第一课，在这里，你的敌人不仅仅是海兽，也是你自己。警告！警告！警告！影煞游灵入侵规模超出预期，
防御阵法核心过载，静魂天幕将进入间歇性充能状态，请各舱室修士自行开启防御手段，坚持住，这是对尔等道心的第一重考验。核心过载，自行防御，翻译进来就是圣地的伞撑不住这么多人了，接下来的雨得咱们自己练。小道友要小心应对了。小姐说了，这种东西虽然爱吃元婴，但对你这种干净的灵魂也馋得很。要是让他钻了空子，难怪你这狗居然练出了一口能克制阴邪的雷火气。他们不是海兽，是深渊本身。修士失去战斗力的多了，总会留下些什么东西。幸好你养了条好狗，不然本小姐也救不了你。好家伙，原来这才是我的保命符。第一页才刚刚开始，但我终于找到了活下去的底气。那东西没有退，他们只是躲起来了，像蟑螂，像美军，等着下一个心防失守的倒霉儿。小道友，你那狗是变数，但在这深渊里，变数有时候是救命符，有时候也是催命鬼。我明白，雷火能破邪，但也只能破邪。旺财是底牌，大狗棒是王牌，但真正要命的是，这种日子还要持续1个月。如果不找到更持久的生存方式，这把火迟早会熄灭。这就是昔日的地头蛇，在各州府，他们就算不是神，也是神的总右手。在中州，在这里，他们只是装在盒子里，等待送往战场的高阶资财。那是猎奇扼杀，而且全都是4阶以上的。快看，护盾在萎缩！甲字编制体修，即刻出仓，用血肉补位。各州混编修士按照时辰表进入阵眼，持续为阵法提供灵源。违令者所在宗门连奏。斩！不好，经济舱的空间节点是最低阶阵法，一旦被5阶首领盯上，根本扛不住。17号、21号节点受损，阵法师即刻补上。他们是算在损耗里的。为什么要这么打？因为海兽的内丹可以补充动力，高阶修士的血肉精气也是上好的燃料。在高层看来，用一些伤亡来练兵，换取非洲阵法的稳固和动力的补充，是一笔非常划算的买卖。毕竟，船票已经收了，这些货物必须送到，而多余的损耗，他们仿佛并不在乎。如果掉下去的是我，我有空间，我有旺财，我有大狗棒。但如果落入这兽潮，哪怕手里有再多会员弹，也会被数十万只噬灵大口吸成干尸。这根本不是战斗，这是能量层次的碾压。海兽吃修士，修士击溃海兽。这里是绝灵海，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养蛊场。船上200多万人都在等分出胜负，或者等这片海域的食欲得到满足。我终于理解了，老祖为什么要让我低调做人。在这片深渊里，一旦你表现得像个英雄，你就会变成圣地手中最好用的那块天线砖。熬吧，只要能活着到中州，老子这辈子都不坐圣地的船了。不能再让他们这么耗下去了，圣地怎么还不出手？乾坤镇徐4号战区，所有剑阁隶属出仓迎敌，变阵，万剑归墟。这才是圣地的战力吗？这不是单打独斗，这是战争。练兵，为什么要练兵？圣地背后到底藏着什么？小道友是9手妖，6阶海兽。安静。以阵对阵，以阴对阴。还没到，还没到。每一个人都只是圣地这挂战车上的一个齿轮，而我这个混进来的残次品能撑多久，全看天意。这就是深渊回廊，这就是圣地的船。不是海兽，是寂灭潮引发的空间坍塌。所有舰队注意！能让6阶海兽连反抗念头都没有的东西，
所有人准备强行跃起，开出临时熔炉，目标脱离寂灭区。稳住！你还真是酒比命重要。林谦，元婴巅峰，青云州无数修士仰望的存在，可在深渊红狼的规则面前，连抓住他这件事本身都是奢望。跃迁已成，诸兽暂退，各部合言阵眼，清点损耗。4万，几千年修行，在真正的造化面前，不过是一抹随时会被抹去的浮沫。师叔，活着。至宝绝对是至宝，若是能得到它，我就能活。滚开！那是老夫的。蠢货，这种宝贝也是你能抢的？找死！什么东西？一条狗，正好，老子正愁饿得慌，宰了你还能加个菜。这狗有古怪，它的血有雷火毒。管它什么毒，一起上，击败它！身后这个人给我吃肉，给我洗澡，还拿着那根棍子陪我玩。他是我多年的主人，他不能倒下。我的腿，滚开，疯狗！小子，退场吧！这是凡世，那是神器，有灵的神器。如果不找到宣泄口，下一血就会彻底炸成虚无。阵不是逃，也不是躲，而是守，守住自己，守住身后的一切。只有稳稳的活着，才有资格苟，还有资格谈守护。这就是五行诀中要求的五行平衡之地，不是修炼，是在燃烧阵旗的稳定性强行维持。既然躲不开，那就让你们有地方去，替我承接住五行本源，消化那狂暴的能量。阵心是我，阵基是五行，阵意是守护。雷劫，这怎么会有雷劫？疯了不成？往哪退？自保都勉强，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在接单？五行金丹成了。该死，想抢我的东西，想动我的狗。疯子，你干什么？别过来，你这是在自寻死路！滚开啊！不，这不可能！这里怎么会有天劫？老夫何德何能？亲眼目睹也罢了，为什么我会在这劫云之下？来呀，继续啊！不！王子，别陨落！求求你！别陨落！我一定想办法让你回来。贼浪天，
你毁了我的狗，这笔账终有一日咱们要好好算算。今天我不把你这劫云捅个窟窿，我就不孝临天。就是现在，阵旗起！我一定想办法让你回来，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来吧，看看你的前世是多么的没用，多么的对不起家人。医生，真的没办法了吗？哪怕是多活一天也好啊！求求你，求求你！对不起，我们尽力了。又是这个心魔吗？这一招我都免疫了。小天哪，你命中当有此一劫。三传通剑，爷爷还是没能学到位，算不出你这一劫的来龙去脉。但是，爷爷会亲手送你最后一程。爷爷这一身的本事，你可没学到一半呢。可惜你命中无路。爷爷，看吧，你前世平凡一生，落魄的像条狗。为了不重蹈覆辙，你这一世拼命的狗，拼命的算计，甚至不惜尊严的怂。可结果呢？我承认，我怕死。我承认，我算计。我还承认。有时我的确会飘，我想让他们活得更好。如果这也叫懦弱，如果这也叫不小心，那我宁愿当这个懦夫。但我这个懦夫敢借天雷斩敌，敢在绝灵海结丹，敢跟着天道对骂。你不过是我心里的页面，也配教我做事？给我滚！心魔已破，大道已明，这就是属于我凌天的长生之道。算是回了点血。傻狗。既然你为了我命都不要了，那我会想尽办法复活你，别急。现在的我还太弱，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复活你，能不能复活你，需要多大的代价。但不管是需要什么做引，需要万年珊瑚心做骨，需要海魂玛瑙做眼，给我些时间，这阵子你就好好待在这里，等我把你弄醒。现在的我去中州就是去送，没有身份，没有背景，还要面对圣地未知的收割。反倒是这里，五行灵气充裕，高阶海兽遍地，全都是好材料，还没有人管。可恶！跑！又活下来了。高阶海兽气息，不是活物，却比活着的低阶海兽更加危险。哪是什么岛？这分明是一头不知什么时候死了的深海巨兽尸骨，至少7阶甚至是8阶。即便死去万年，其残余威压依然足以整片海域成为禁区。发财了！至少7阶以上骨骼，经绝灵海 N 年的冲刷，未曾风化，反而空间稳定，法则凝固。这哪是尸体，这是天生的材料库。这里不是绝路，这些东西灵气足，也许有用。朱爷，您行行好。我知道，您能给我功法，肯定能听到我说的，对吧？我没本事，我练不动这些东西，但我相信您一定有办法。还有这狗，请你告诉我怎么样才能复活它，可以吗？就搭理我一次就行。别吃它，我要留着复活它。我是求你教我怎么复活它呀，怎么就把它埋了呀？这叫什么事儿啊？旺财，这是干嘛？我去，旺财在复活！朱爷是嫌旺财底子太薄，给他加了个挂。我操，狗呢？朱爷，你把他弄哪儿去了？我看得出来您受累了，但旺财去哪儿了？出去了，被空间排斥出去了。这他妈是渡
杰，这刚活过来就要遭雷劈，这他妈是要把岛都给扬了！好家伙，你这是要彻底站起来了？拿来吧你！这还差不多。哼，好狗，果然是好狗。这要是做成围捕，咦？死狗，你还敢跑？刚才你那邪魅一笑我就忍了，现在还敢对我亮兵器？我看你是皮痒了！今天不把你这身新毛撸秃了，我就不姓林！跑？你在跑？跑啊！怎么不跑了？你倒是变身啊！变那个3米高的肌肉狗啊！再给我笑一个试试！行了行了，别演了。看看你那怂样，白瞎了那么霸气的变身。你呀，虽然这是深渊，他还是旺财，还前路未卜，但只要还有这只傻狗在身边，只要还能这样打打闹闹，这就蛮不错的。收！看来这迷雾不是墙，是我菜了进不去。但这骨头是死物，不占活人名额，所以能进去。我操，我的地呢？为了复活旺财，那滴本源液和那节嫩竹笋，那或许是他的本源，是他的命根子。这就像是一个人为了救别人，抽干了自己的半身精血。空间之所以缩水，是因为核心受损。为了维持平衡和自我修复，不得不把一部分区域重新封印起来，休养生息。竹叶，辛苦您了，这人情我林天记下了，以后哪怕是去抢，我也得给您弄点顶级的灵肥回来补补。等等，你怎么进来了？完了完了，这里可是100倍裘律，外面1天，这里100天。你要是在这儿待久了，不得老死在这儿！快出去，赶紧出去！这不再是一条普通的狗，它融合了鲤鱼、青灵竹的力量。它现在难道已经成了这个空间的半生灵兽？这种玄乎的感觉虽然真实，不如白纸黑字来的踏实。系统，调出面板。妥了，从今天起，咱俩就是真正的一条绳上的蚂蚱了。我不死，你也死不了。我若是挂了，你也得跟着陪葬。唉，这下算是彻底赖上我了，哪怕我想甩都甩不掉了。虽然丑了点儿，但这可是7、8阶的防御啊！凭我现在的本事，想把它熔炼成真正的非洲那是做梦。但这并不妨碍我把它当成一艘不沉的战舰。旺财，上舟，出发去中州。那个旺财啊，别紧张嘛，咱们是兄弟，我还能害你不成？你看，你是狗，我是人，虽然咱们都修行了，但这术业有专攻啊，而且你刚升完级，这找路嘛，当然得靠鼻子的。你的鼻子可是经过雷劫淬炼的，比我可强多了。来来来，你闻闻哪边的空气比较香甜，哪边有中州那种自由和财富的味道。不闻，那就是不忠。你记不记得你说过要做最听话的狗？看来还是这棒子教育的不够深刻，要不要我帮你回忆回忆？先看把你吓的。听天由命吧，棒头指哪，咱们就走哪。得嘞，刚好和你的前爪一致，这可是你选的方向哦。旺财啊，这可是老天爷和你共同的选择，要是走错了，到时候没吃的了，我就只能把你炖了充饥喽。起，反正路在脚下，活着就是最好的方向。到了。啊，这就是中州吗？痛，好痛！不对，传音发不出去，这里的阵法等级极高。看来，圣帝并不打算让我们立刻与外界间距，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恢复修为才是正事。师叔，我去就会。上官小姐，在下归元宗李道玄，冒昧打扰，只是想问一句：那日空间跃迁时，凌天他只差3寸。空间乱条加灵气断层，非人力可抗。老道亲眼看着他掉下去了。多谢相告。所有人肃静。
我是此次接引使。首先，恭喜各位道友活着到达中州，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已经安全了。多人陨落于空间跃迁，以及后续的海兽袭扰。现在，所有人前往甲乙丙丁4个区域，领取临时身份牌和修炼物资。这1个月内，你们将在这里休整恢复。1个月后，开启资质宴客。记住，这是中州联盟给你们的最后一次免费午餐。宴和之后，这笔账我们会慢慢算。1个月，如果你还活着，这1个月是你最后的机会。看来不把我们的价值榨干，圣地是不会放人的。开始，第1关，剑资。我在青云州30年结丹，300年元婴，这剑天境定能给我一个甲等。什么？我明明是天才，怎么可能是丙等？你们这镜子坏了！中州不养闲人，资质已验明。下一个，师叔，这标准也太高了，咱们能行吗？怕个球！咱们骨头是硬的，大不了去挖矿，老子有一把子力气。哟，这还有个更老的，这是来找墓地的吧？800多岁了吧，还能走得动路？看这身板，风一吹就倒。枯荣大道，以5品变异灵根，800岁领悟枯荣生死意境，好一个大器晚成。甲等下，不，若非年纪太大，此等悟性足以入甲等中。这就是归元宗的老祖。哪怕到了中州，这根定海神针依然硬得硌掉不少其他州修士的牙。好，很好。青云州这次倒是出了个真凤凰。小丫头，我是通玄道宫的接引长老。老匹夫，还要不要脸了？这种冰灵根的好苗子，天生就是我太上道宫的人，你想抢？2位前辈，稍安勿躁。按照中州联盟的规矩，验资只是第1步，真正的综合考评仍没下定论。包括后续的实战大比等，到时候由排名决定选择权，这规矩可不能破。哼，好，本座就再等3个月。小丫头，本座在太上道宫等你。这是青云州金刚尊者，力气是有几分，可惜太笨太糙。你们那地方的体修，难道只会像蛮牛一样乱撞吗？笨！老子这辈子没学过什么精妙功法，也没用过什么地阶法宝，老子能活到现在，靠的就是这身笨力气。还有什么？给老子趴下！认输！上官仙子，认输吧。我的异火专克你的冰系功法，再打下去伤了你的花容愿泽，本公子可是会心疼的。克我，你也配？这不可能！冰封。此战，上官婉儿胜。同是青云州出来的，一个在云端，一个在泥潭，这就是命。师叔，快服下！老子的手保住了。所有人员立刻归队，测试已毕，各自回去疗伤。明日公布结果。恭喜诸位通过了中州联盟的初步筛选。吾中州地大物博，但资源也非大风刮来的。尔等既然要入中州修行，享受着得天独厚的灵气与化神以上的机缘、丹药以及功法，自然要承担相应的成本。入我中州联盟宗门者，需签订效忠魂契，为宗门效力，不得背叛，不得私逃，直至期满。此乃规矩，也是你们获得资源的唯一代价。甲上中下3等学员均可入3大圣地，魂契年限300年至500年。以上中下等学员可入一流宗门，魂契年限500至800年；丙等学员可入2流宗门，魂契年限800至1000年；丁等学员入3流宗门，魂契年限1000至1500年。这是把我们当家奴养啊！我们在青云州是长老，甚至一宗之主，在这里连个自由身都没有，哪怕是凡俗界的卖身契，也没这么狠的。家奴？能在中州宗门当家奴，那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福分。有了宗门庇护，你们才有机会冲击化神，甚至炼狱，甚至是更高的境界。若然不签，那你们就是一堆随时会老死的枯骨。
当然，中州联盟以及所有宗门对诸位都会遵循自愿原则。不想签魂器入宗门，当然是可以自由选择的。拿着这个，再加上签一份自由魂器，你们就是中州的合法散修。你们可以自由出入各大城池做买卖，接取中州联盟发布的各项任务，甚至开宗立派。只要手续齐全，服从中州联盟管理，那就可以了。但是，既然是自由身，那就代表着大家都将会没资格享受中州联盟各宗门的资源和功法传承。想要修炼，自己去挣资源或是仿式购买均可。如果想要功法，只要你拥有足够多中州联盟发放的功勋点，亦可自由兑换。但无丑话说在前头，作为散修，平时对宗门、对联盟的贡献都是最低的，所以你们的兑换积分的比例要比宗门弟子兑换高3成以上。同时是兑换物品的稀有程度上涨，有可能会比3万更高，且最高只能兑换到炼虚期的功法、丹药、法宝等炼虚期上限的资源。再往上，那是中州联盟的核心机密，不签魂器别想看一眼。而且，既然占用了中州的灵气，就要交税，每人每年缴纳1000上品灵石的人头税。交不起，那就接受中州联盟的强制任务安排抵债，直到还清为止。1000上品每年。当然，中州联盟并非无情之地。不愿与宗门签订魂器，又不想交灵气税的道友，还有第3条路：加入中州卫戍军团。只要参军，免除一切税负，且军中实行功勋制，斩妖除魔、守卫城池，皆可获功勋。凭功勋兑换资源，兑换比与宗门学子同等。而且只要功勋足够，甚至可以兑换脱籍令，洗去军籍，带着资源风风光光的回到家乡，当受万人供奉的一宗之主或是太上。这是阳谋啊！中州这一手玩得太溜了，用高不可攀的宗门门槛和沉重的赋税，把大部分修士逼进军队，令他们成为守卫中州防线的最廉价、最凶猛的炮灰。而那些真正的天才则被宗门吸纳，成为统治阶层的基石。这就是中州的生存法则，残酷、高效且无懈可击。难怪大师兄唯一传音便是这契约之事，那传音也不完整，估计大师兄也是尽了力了。尔等都想好了吗？是签魂器进入宗门，搏一个长生大道，还是当个散修，享受自由自在的同时在温饱线上挣扎，亦或是投身军旅，用命去搏一个未来？路就在脚下，诸位道友，请自由选择吧。在下李枯尘见过前辈，甲等资质，为何不去圣地，来我浩然宗何事？虽说你骨龄偏大，但既已化神，去圣地当个外门执事还是绰绰有余的。圣地门槛太高，规矩太重。老朽这把老骨头，只想找个安稳地，了此残生。况且，老朽还带着2个不成器的晚辈，他们只是丙等资质，若是正常程序，只能去7品宗门，甚至去挖矿。老朽实在放心不下。你想入我浩然宗规矩，你应该懂。他们2个的资质，不仅要签800年魂器，还得从外门做起。而你，老朽愿签500年魂器，不要年俸，只要破境资源。愿为贵宗守药源500年，每年无偿炼制30炉枯荣丹，但条件有一个，让他们2人进外门，且他们2人签300年魂器。不可，浩然宗虽然家大业大，但也不能坏了规矩，500年不能少。而且你需要立下天道誓言，500年之内不得离宗，不得藏私，更不得将枯荣丹的丹方外泄。成交。老祖，别说了，拿契约来吧。从此不再是一宗太上，只是浩然宗一个炼丹老人。这就是中州的长生路，是用尊严和血汗铺出来的。是玉华仙子，太上道宫的内门长老。好一个太阴之体，丫头，本座也不跟你绕弯子。你这体质，若是在别处，那是催命符，寒气侵体，经脉郁结，最多止步化神，且每5年需消冰髓花以毒攻毒。你能活到现在，本尊相信你吃了不少的苦。要是我不是想着用它来调出欧阳锋，他是不是就不会死？上官婉儿，你可愿入我太上道宫，做本尊的关门亲传弟子？你要知道，整个玄都大陆，只有我太上道宫的9幽寒霜露能完全契合你的体质，这一点，即使是你上官家主脉内部残缺的玄冰诀，亦不可媲美。入我门下，本尊将亲自为你护法，助你炼化太阴寒气，将其从毒变为药，不仅能根除隐患，还能让你一身冰系神通，威力倍增。弟子上官婉拜见师尊。好，好，好，起来吧。从今日起，你便是我瑶池峰的小师妹。来，这是你大师姐和四师姐。
他们是……哈哈哈哈！玉华长老，别来无恙啊！原来是上官家主。婉儿侄女，我是你云遁叔祖。此次护航，你云归叔祖还有事情未了，叔祖来接你们。早听说青云州出了个绝世天才，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真是我上官家之幸啊！见过叔祖。好，好。这几位是陪你一路从青云州闯过来的忠仆吧？放心，既然到了中州，那就是回了家。来人，给这3位办理加急令牌，以后他们就是我上官家的人，出入自由。这原本以为要被赶去挖矿，或者花巨资买个杂役身份，结果转眼间这就获得了中州顶尖世家的加急了。不过婉儿还有一事相求，弟子想请师尊和家族出手，帮我发一批传音符回青云州。多大的事儿？你要发多少？10道、100道？500道，而且要最顶级的万里传音符。婉儿要找一个人。发！以无血为引，以魂为标。去！小姐，这么多传音符，怕是有1多半都会在绝灵海的风暴中损毁。只要有1道能飞回去，就够了。既然来了这名利场，那我就要爬到最高。只有站得够高，才能让这中州的规矩为我放流。这就是命啊！林小子，你看见了吗？这小妞现在可是真凤凰了。你要是还活着，可得努力了，不然这软饭老道怕你吃不上了。道长，你以后有什么打算？打算还能有什么打算？既然小姐给了那么大的恩情，老道我这把老骨头虽然打打杀杀是不行了，但这一手半吊子的旺气术，在这满是聪明人的中州，说不定还能混口饭吃。我打算到时去坊市里支个摊子，一边骗，一边指点迷津，一边帮小姐多打听点消息。林小子，你可得争气点啊！你要是敢死在外面，老道我做鬼都放过你，而且老道我还等着你回来带我一起发财呢。你要是真死了，老道我这每年的纸钱可没钱给你烧。给，有的吃就不错了，还挑。你都4阶了，老子才金丹中期，这些翅膀还行，回头给幽灵船加个速。剩下的肉，咱们的戒指好像快装不下了吧？要不扔了吧？败家玩意儿，不好吃。这些扔给竹爷当肥料，剩下的实在装不下，就做成肉干当零食。395天，咱们在这破地方已经当了1年多的野人了。旺财，吃饱了吗？吃饱了就干活，咱们换个地方。这附近的傻鱼都被咱们钓光了，得赶紧找到中州。中州那帮人肯定以为老子就早就陨落了，等老子找到路回去，吓死你们！快2年了，咱们在这鬼地方转悠了快2年了，除了海兽就是海兽，连个鬼影都没看到。再这么苟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万一哪天来个6阶7阶的大家伙把这占了，咱们连跑都没地儿跑。旺财，记住，咱们是去找路的，不是去送死的。一旦遇到不对劲，立马回头，哪怕一辈子待在当野人，也比变成海兽粪便强，懂吗？主爷，再信你一次。西北，上次指的也是西北，结果咱们撞进了一群5阶海兽的窝里，差点没出来。稍微偏一点，走西北偏北，要是遇到危险，还能利用那片暗礁群跑路。废话，命是自己的，棒子只是参考，这叫我命由我不由天。这次要是再错，我就把这棒子拿去烧火。咱们是来找路的，不是来送死的。1个月了，一只海兽都没遇到。白的，白的！陆地血缘，难道是中州的极北之地？冲上去！终于出来了，非狂暴的灵气，砸坏花花草草也没办法了。储物界真的放不下了。这山形怎么这么眼熟？
这不是老乡的墓吗？我找路去中州找了快2年，怎么飞回了青云州，飞回了古墓？回来也好。老乡那本笔记里根本没提的铜甲师炼制法，我之前还没找到呢。当初走得急，现在我有钱了，有实力了，正好回来，顺便再挖一次老乡坟。旺财，干活！开。4年了，老子又回来了。起！哈哈哈！爽，这就是全县狗的快乐吗？随地大小便，罚你今天没肉吃。主人有1000万种理由扣伙食，别愣着了，走去主公室，让你看看咱们当年的窝。别再随地大小便了，要做一条文明狗。 4年多了，那时候我想的是怎么活下去，怎么苟住。现在的我，虽然还是想苟，但至少有了掀桌子的底气。老乡啊，别怪兄弟不讲究，这把剑虽然好，但太烫手。之前我储物戒炸了，万幸这剑我放在空间里，不然也得变成废铁。要是把它也炸坏了，我以后到了下面也不好和你交代，不是？所以这次我可是特意从去中州的路上折返，特意回来还剑。当然，顺便看看你有没有把什么重要的说明书烙在棺材里，比如铜甲师的炼制方法。之前翻遍了所有笔记都没找到，唯一的可能就在这口棺材里。我现在的实力，金丹中期，5行圆满，还有打狗蹦护身，就算里面蹦出个大粽子，应该也扛得住吧？老乡，得罪了。 好狠的老乡，这就是不听老人言的后果吗？陨落了几千年还能留这么一手，佩服佩服。榕树，你一个小小金丹，居然挡住了我的攻击！不可能，那是本座陨落前布下的必杀，怎么可能被一个金丹期挡住？老乡，你也太不厚道了。大家都是穿越者。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奇变偶不变，原来是你。不对，我不认识你。这么说，刚才那一击打出后，你也快散了。没错，那是我最后的底牌，也是我这缕残魂存在的意义。如今能量耗尽，我也撑不过一炷香了。没想到，最后送走我的竟然是个老乡。也罢，尘归尘，土归土。别急着陨落啊！你看这是什么？这不就是那个阵法中枢？你想把我禁锢？ 老乡，你看你说什么话？兄弟是想让你看看这灵晶的变化。我的天，这灵晶中枢核心变异了，它竟然进入了另一套生生不息的循环阵法。虽然不如我的9宫复合大众深奥，但这成长潜力简直无限啊！而且怎么会进化出除禁锢之外的能力？好像还可以温养灵魂。怎么样，看出来了？要不要进来住？只要你进来，这灵晶就在我体内温养。我有5行金丹，有生生不息的本源灵力，别说保你残魂不散。 就算是养个几百年，把你养得白白胖胖也不是问题。你能保灵力不断绝，这古墓的地脉都快枯竭了，都不一定能撑几百年呢。成交，兄弟，谢了啊！要不是你，我这次真得魂飞魄散了。客气啥？大家都是穿越者，互帮互助嘛。对了，老哥，我这儿还有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请什么教呀？直说。我之前把你那本笔记翻烂了。 也没找到关于铜甲师的炼制方法，你是不是藏哪儿了？嗨，多大点事儿，那玩意儿太邪门，有伤天和。我怕后人学坏了，就没写在笔记里。玉简就藏在我肉身的袖子里，你自己拿吧。哦，在袖子里啊。合体期的肉身啊，这骨骼这经脉保存的真好。老哥，你说这么好的一具身体。 要是这么放着发霉，是不是太浪费了？那是，我当年为了打磨我的身体，可是……等等，你小子该不会是想……嘿嘿，老哥，你看啊，反正你现在也用不上了，与其让这肉身在这里腐烂，不如咱们废物利用一下。我想拿你当兄弟，你却想练我的肉身。老哥，别这么说嘛，你想想，你现在住在中枢灵晶里，肯定是要跟我出去的，对吧？咱俩兄弟谁跟谁啊？ 何况这修行界那么多危险，
老哥，你不是不知道对吧？我们遇到危险了怎么办？你一缕残魂，你告诉我你能干啥？就算能发一招半式，但万一一招半式后敌人还没倒下呢？但要是有了这具铜甲尸，那就是咱们兄弟联手，那是神挡击败神啊，这是双赢，对吧？而且我还有个想法，但现在仅限于想法，有空再和你详聊。你是不是早就打这个主意了？那绝对不可能的，我没有，想也没想过。这也是灵机一动。怎么样，老哥给个话？算了，只要能让我活下去，这具臭皮囊随你折腾吧。不过说好了，炼制的时候轻点，别给我弄破相了。还有那发型，发型就算了吧，咱正常点行不，老哥？不正常吗？算了，反正以后这身体，我就算把魂体养好了，能夺摄时也用不着，随你吧。老哥通透。发财了，发财了！百年养尸草3株，4阶以上妖兽精血1斗，阴煞石100斤。老哥，你这炼尸的门槛可不低啊！光是这养尸草，在现在的青云州，估计都快绝迹了吧？那当然，要是随便找点烂大街的灵材就能炼，那这修行界早就满地僵尸跑了。你要是没有，咱们就慢慢找，反正我不急。不对，以你小子的性格，怕不是早摘了去吧？我操！600年份的养尸草，这叶脉紫的都快发黑了，这哪是养尸，这是能把尸体养活了！你从哪儿弄的？哦，这个确实是我挖的。以前我看这墓里长了几株幼苗，觉得挺别致，就随手挖了2颗。那精血呢？1斗精血，那得击败多少4阶妖兽？现在的你，还动不了4阶妖兽啊？这是5阶，这还有5阶妖兽的精血。不过，这味道不对啊，怎么一股子腥味儿？你小子去绝灵海了？就知道老哥见多识广。对，就是海兽的精血，4阶的、5阶的都有，管够。你看这个缸，就是用一头5阶深海巨龟的壳做的，这血也是它的心头血。这些是4阶的，主要是猎奇鳄鲨和裂空飞鱼的血，量大管饱。不过我这还有几百缸，几百缸，行不行啊？海兽也是兽，应该能用吧？行，太他妈行了！海兽不修灵力，但却利用特殊的环境将灵力全部用来修肉身，气血比陆地妖兽强好几倍。用这个练，搞不好能把铜甲尸直接练成金甲尸。你小子真是个人才！那就好。还缺什么？还缺几样阴煞辅材，这妖兽山脉特有的，比如鬼脸菇、地心火莲，用来中和阴气。走吧，有你在，这妖兽山脉就是咱们的后花园。左转500里，那个鹰嘴崖下面，那里有一条阴煞地脉的出口，长着几株鬼脸菇。旺财，上！有一头3阶巅峰的黑风豹守着，我懒得动手就没摘。想当年，本大佬也是个体面人，要是早知道修行还能这么玩，我也不至于混得只剩个魂了。这就叫专业，老哥，这叫资源合理配置，放在这儿也是烂，不如给我发光发热。最后一位主要，地心火莲，到手了。这气息4阶巅峰，而且是血脉变异的火系妖兽，小心，这玩意儿你可不好对付。正好，我的5行阵旗还缺一颗足够分量的火系妖丹来压住。这不，送外卖的来了。王财，老规矩，你正面扛，我敲门棍。今晚去人脑。这他妈是狗！这身法，这招式，还有这不要脸的劲儿，简直跟你一模一样啊！低调，低调，这叫战术，兵不厌诈，懂不懂？再说了，我平时也就教了他一点点皮毛。皮毛？我看你是把自己在电视上学的绝学都传给他了吧？就是现在！5行迷踪，锁。左3砍位，他的护体妖火那里最弱，那看他的木门。还是老哥眼睛毒。搞定，好狗，干得漂亮！今晚加鸡腿。不对劲，这威压化神期5阶妖兽，而且是血脉极其纯正的那种。那是大哥，还是他妈？好，
快跑！五阶妖兽有了灵智，而且极其护短，他要击败你了。这玩意儿的速度可不是闹着玩的。五阶了不起吗？打狗棒在手，我天雷都不怕，怕你个鸟！阵型，出来！人类，那是什么？你身上为何会有深渊大恐怖的气息？果然是怕这玩意儿，在绝灵海就靠它唬走不少海兽，没想到在这儿也好使。哦，你说这个，这不过是家中长辈随手赐下的一个小玩具罢了。听说是他在深渊里遛弯的时候，随手宰的一头不长眼的小兽，看着骨头挺硬，就给我拿来当船开了。随手，想必你是为那株地心火莲而来的吧？但那地心火莲乃是我为舍弟进阶所留，若是被取走，见好就收，真逼急了拼命，这纸老虎一戳就破。少废话，我这人讲道理，东西我要了，但我也不白拿。这是一颗5阶的深海巨龟内丹，虽然属性不合，但这其中的能量足够你那小弟慢慢炼化，甚至以后还能多几分防御力。换你的火莲，不亏吧？成交，多谢赠宝，日后若有缘分，定当厚报。好险，差点就交代了。老哥，刚才那声哼，挺有范儿啊。废话，本大佬那是拿命在演，要是再多撑一息，我这残灵就得散了。行了，知道大佬的难了，您回去灵晶养着，我们要赶紧干活。材料齐了，走回古墓，咱们的5星铜甲师。走了，旺财。这老乡虽然现在看着挺老实，但毕竟活了几千年，抢是抢不走，这空间是绑定我的。但万一哪天不小心说漏嘴，不行，得上到保险才行。死道友不死贫道。而且接下来的炼尸计划需要用到随身空间的资源，这个秘密根本藏不住。老哥，咱们得立个规矩。规矩？什么规矩？咱们不是说好了互帮互助吗？不是那个，我身上的秘密太多，有些东西你跟着我迟早会知道。与其到时候让你猜忌，或者我还要防着你，不如我主动告诉你。但是在此之前，你必须立下一个天道誓言，内容很简单，永不背叛我，永不向任何人、任何存在透露关于我的任何秘密。如有违背，生死道消，真灵泯灭，永世不得超生。玩这么大，真灵泯灭，那可是彻底没了。怎么，不敢？谁说不敢？老子本来就没想过背刺你。再说了，我现在就是一缕残魂，除了跟着你还能去哪儿？发就发。我上官高速在此立下天道誓言，永不背叛灵天，永不向任何人、任何存在透露关于他的任何秘密。如有违背，生死道消，真灵泯灭，永世不得超生。行了，现在你是自己人了，老哥你也别怪我，主要是这事儿太大了，之前是老弟我考虑不周。现在不说这些了，走，带你见识见识我的底牌，让你知道我们在一起混，绝对是你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选定。人呢？狗呢？怎么就剩我一个了？这小子该不会是想把我扔这儿不管了吧？还说这什么新的考验？会有人吗？有狗吗？那个老哥不好意思啊，我本以为你也可以进去随身空间的，但很明显，除了我和我的狗，任何有意识的活物都进不去，就算是把你装在灵晶里也不行。空间？你是说你有随身空间，能进活人的那种？不仅能进活人，里面还有100倍的时间熟率，还有能催熟灵草的5行灵泉。但我和旺财一天只能在里面待1个时辰。不过就算我不在里面，也不会影响种下的良药的生长时间。我刚才进去，已经把你说的那些养尸草种下了。先前我看们长势不错，估计用不了多久就能分株了。所以我打算先不急着炼尸，把这些材料种进去，等分株了几百份，咱们再动手，这样容错率高，就算炼废了也不心疼。而且，老哥你这尸体，我还有个想法，到时候再慢慢和你聊。100倍流率，催熟灵草，你他妈这是作弊呀！同样是穿越者，老子拼死拼活修了几千年才合体，为了几株灵草跟人打得头破血流，你小子倒好，开局送个随身空间，这还有天理吗？不对啊，我们是老乡，又是他现在的合伙分，而且我还发了天道誓言，跟他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他的空间不就是我的后勤基地吗？这哪里是作弊啊，这分明就是我的机缘啊！哎呀，老弟呀，这种好事儿，老哥肯定支持你。多种点儿，年份越久越好。只要年份够了，加上足够的阴煞之物，这铜甲师的上限不可估量。
甚至能练出不化骨。到时候咱们兄弟联手，这玄毒大路还不是横着走？那就借老哥吉言了，走去天星城。既然有了底牌，那就该去赚点零食先了。那个老哥，你有钱吗？我只有魂，还是残的，要不得，看来还得靠自己。虽然飞得慢点儿，但也比走着强。坐稳了，咱们飞回天星城。11枚储物戒，塞满妖丹灵草矿石，连一块碎灵石都掏不出来。老哥，你说咱们要是要手硬闯，边星城的护城大阵，我生前可以轻松破，但现在嘛，都得费一点点劲儿。你硬闯就是送，就是找不自在。再说了，你现在可是富豪，为了几块灵石去当通缉犯，丢不丢人？也是，早知道刚才就在哪个倒霉蛋身上扒2块灵石了。那不是凌风？难怪全上官家都在找他，他不是跟着23姐去中州了吗？凌风，哟，这不是金鸿少爷吗？几年不见，少爷风采依旧啊！你没去中州，还是说被我姐赶回来了？为什么我家到处找你啊？上官家找自己，莫非是上官婉儿有关？不过这小子都学会强打了。唉，一言难尽啊。到了绝灵海边缘，你姐觉得那地方太危险，说我这修为去了也是送，也是拖后腿。为了不拖累她，我就主动请辞了。对了，上官家找我是有什么事吗？是被嫌弃了吧？我姐那脾气我了解，能带你走到绝灵海已经是真爱了，估计是看到那里的危险，不想让你送命，才把你赶回来的吧？家里为什么找你，我也不清楚。不过这是我爹下的家主令，就说找到你就带你回上官家。你跟我回去吧。算是吧，大小姐给了我一笔遣散费，但我这人你也知道，心气高，我就没回这行城来，在外面游历了几年，想闯出点名堂再回来。回上官家就先不回了，毕竟你姐也不在，不是去了见外，对吧？理解理解。那你现在这是那个游历归来，盘缠用光了，这不被挡在城门口了？嗨，多大点事儿？走，跟我进城。既然是我姐的人，那就也是我上官家的人。以后在天星城报我上官金鸿的名字，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金鸿少爷，你真的不知道上官家为什么找我？不会是找我起来打我一顿吧？我说凌天啊，你是不是太瞧不起我们上官家了？要知道我们家可是这青云州2大家族之一啊！如果要打你，你觉得你会有机会站着说话吗？我猜啊，8成是我姐想让我爹管着你，不让你到处留情。这上官金鸿还真是一条道走到死，看来这误会是洗不清了。那你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问问爹，具体到底是为啥呀？你也知道，这不知道原因，我这小身板也不好在天星城晃啊。也是，不过要等我爹和我31娘闭关了，一时半会儿是不会出关的。你那有没有我姐的消息？这都2年多了，连个信儿都没有。虽说绝灵海极难传音，但也不至于啊。也许有也不一定，但我嘛，就是不想问我爹。趁着这个帮你的机会，我顺便问问，这小子虽然废了点，但对他姐的感情是真的。放心吧，他那种祸害，他那种天之娇女，走到哪儿都是不吃亏的主。这时候估计正在中州哪个圣地里当仙子呢。借你吉言，只要他没事就好。要是他真出了事，我这……唉。对了，刚才进城的时候，我看你印堂黑，气息虚浮，是不是修为卡在筑基巅峰很久了？你怎么知道？这是深海属性的妖丹，而且至少是4阶中期啊！我都说了，是被赶回来的路上捡漏的。你也知道，绝灵海那种地方陨落在那里，那里的高阶海兽多了去了。我这人运气好，正好碰上了一头刚陨落没多久的。运气好，这玩意儿够不够当你帮我试的报酬？够，太够了！有了这东西，我有把握在3个月内冲击金丹，而且是上品金丹。凌风，你说吧，除了帮你打听我家为什么找你之外，还有什么事？就算是让我去干再危险的事，只要不背叛家族，什么事我都答应你。没那么严重。我这人比较懒，也不喜欢抛头露面。这些年虽然没去成中州，但在外围确实攒了不少这种土特产。我想让你帮我把这些东西处理掉，换成灵石或者高阶的灵药种子，甚至是阴煞的炼器的材料也都行。这是土特产，深海寒铁晶、龙血珊瑚，还有这
这是5阶海兽的鳞片。凌风，你老实告诉我，你该不会是把哪个龙宫给打劫了吧？低调。总之，来路不会有问题，绝对干净。我只是不想让其他任何人知道是我出的货，所以，你需要我帮你出货，还是说你是想借我上官家的名头出货？聪明，你出面就说是家族从特殊渠道搞到的，这样既能抬高价格，又能掩人耳目。至于利润，28分，你8我2。不，你1成不能要，我全都要。那我图啥？就图这颗妖丹？你想想，如果能源源不断的拿出这种顶级资源，你会成为上官家最不可或缺的财神爷。这种隐形的权利，可比那点零食宝贵多了。你要的不是零食，是话语权。凌兄，大恩不言谢，这事儿我接了，而且我保证，绝对不会有人知道货源是你。痛快，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3万、10万、30万，这才是做生意啊！以前那种摆地摊卖丹药的日子，简直弱爆了。钱到位了，接下来该回家看看了。凌兄，这已经够多了。记住了，饥饿营销，东西越少，那帮老家伙才越舍得掏钱，细水长流，懂不懂？还有，记得你爹出关就帮我打听一下，有什么消息第一时间传音告诉我。去青云城。等等，带灵兽传送，加钱5块上品灵石。啥？狗也要钱？他又不占位置，我就让他趴我身上不行吗？不行，传送阵是按灵力变动收费的。你这狗看着就不像凡品，灵力波动比你都强，5块都算便宜你了。规矩就是规矩。几十上百万的上品灵石躺在界里，但能省则省是本能。哼，黑店，我不做了还不行吗？我飞过去。穷鬼！去青云城，我就一个人，这回没毛病了吧？那狗呢？炖了，太能吃，养不起。刚才找个巷子炖了补身子了。这人看着人模狗样，怎么有这爱好？那狗长得那么好看，怎么能炖了呢？还不叫我？看来姐夫考上了呀，都现实了。伯父伯母，您2位放心，这次山哥和苏师兄去落霞城散心，所有的行程我都安排好了，保准吃好喝好。苏师兄，你尝尝，甜着呢。谢了大海，确实不错。那是，咱们谁跟谁呀？山哥是我的亲哥，您自然也是我亲哥，这都是应该的。大哥，师兄，大海，小天，我回来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灵父，慢点，慢点，别摔着。哥，你这修为怎么长得这么快？我记得我离开宗门的时候，你还没真正突破金身吧？这才几年，都金身中期了，这速度，哪怕是中州的天才，也不过如此吧？其实开始师尊和我都不知道，师尊只说过我体质特殊，也就是师爷出关后说过我这身体有点怪，叫什么赤阳体，说是什么是承太阳之精，少阳之和，气血如朝霞蒸腾，筋脉若赤龙盘绕，骤战无敌，可焚邪祟于3丈之外，夜则收敛如渊。对，反正就是不怕疼，越挨打皮越厚，力气也越大。我有一次在宗门跟师兄们切磋，被打断了3根肋骨，结果躺了3天就好利索了，力气还长了一大截。赤阳体，看来咱们凌家祖坟冒青烟了，出了你这么个怪胎。那你呢？你这几年在外面，肯定也没少遭罪吧？我，也就是去绝灵海旅了个游，顺便当了几天土皇帝，捡了一堆没人要的垃圾，平平无奇，不足挂齿。师兄，你的身体有元婴期强者。
快去保护爹娘和大姐他们几个！五行混元，给老子起！老哥，助我缩小防御元婴一击。以你现在的实力，阵法铺开太大，你顶不住，还会被震碎心脉。哼，区金丹中期能做到这个地步，本座倒是小瞧了你。但就凭你这实力，也想当本座？什么妖孽？这是旺财师弟。混账，滚开！焚天，狗派气功，哇！这是什么招式？啊！你这疯狗，别打脸，别打脸！就是这个老头让主人生气了，主人一生气，我就有可能被动修炼。那根带天界雷霆的棒子绝对不行。好狗！爹娘、大姐、师兄，有我和小天在，你们别怕。只要我和小天还站着，谁来了也伤害不了你们。小天，那是小天的狗。是啊，看来这几年他们过得很精彩。长老被缠住了，快先击败那小子，破了阵法，抓了他的家人做人质。杀！3个金丹，正好，我的阵法还没真正对人用过呢，让我试一试。来得好，五行演变，吞！五行演变，吞！不好！坤阵，别乱动，稳住了。有意思，想当乌龟，问过我没有？土行重力场呀！怎么回事？我的法宝变重了！可恶！金行万刃击。腐蚀性太强，耀武阵撑不久，撑不了。好，我就不撑，那我就五行轮转，离火。啊！我的法宝，给我开！行，冰封。给我破！老哥压他一下。米粒之珠罢了。大师兄，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跑，快跑！染血秘术，给老子开！土行流沙藏。我的灵力在流失。既然不让我活，那就一起死！想自爆金丹，水行日地。下辈子投个好胎吧。道友饶命！道友饶命啊！我是被逼的，都是莫长老逼我来的。我上有老下有小，求道友高抬贵手，把我当个屁放了吧！放了你。当你们有对我家人出手想法的那一刻，你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这个道理我懂。五行轮转，离火焚天。震散。小天，娘、爹、大姐，我没事，放心，都是坏人的血。大哥，你守好家，我去帮旺财。那边的骨头很硬，只靠他一条狗啃不痛。畜生！区一条野狗能把本座逼到这个份上，你足以自傲了。但今天本座一定要击败你，将你挫骨扬灰，再取灵山和苏清风的命，
以雪我心头之恨，离火焚天，给我烧！阵体。别嘚瑟，继续缠住他，别给他喘息的机会。蠢货，那是元婴中期的本命真火，你的水灵力杯水车薪，用土阵，火生土，土能泄火，把他的火气吸干，转化成你的阵法之力。谢了，老哥。土行，否则猎物昏。哼，这点小机灵就想破本座的九龙离火，做梦！你来了也好，一并收拾。金行万刃！旺财，继续上，除非感觉自己要倒下了，否则不要给他一丁点喘息的钟好。你这怎么还来？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难缠的狗？打不死，锤不烂，还特么带回血的！机会，五行杀阵，给我轰！老东西，尝尝合体期的神魂！我要你们全都陨落！法相，天地，旺财，快退！哈哈哈哈！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你们不过是强壮一点的蚂蚁。妈的，拼了！青灵珠，全靠你了！老弟，借你全身灵力一用，老哥让你看看什么叫剑，合体期大佬的剑，心剑寂灭！哈哈哈！不，这不可能！哪来的剑修？滚开！给爷倒下！都这样了，你还想跑？小子，我告诉你，我是天眼宗的执法堂长老，你若敢囚禁于我，我宗宗主定会将你满宗满门挫骨扬灰。天眼宗还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呢，难怪一上来就用杀招，真是聒噪。小子，这一剑差点把老哥我的魂都给抽干了，剩下的你自己看着办吧，记得给我找些补品。真的赢了，真特么不容易啊！傻狗，以后别这么拼了。你要是倒下了，谁给我看家，谁给我试毒，谁帮我背锅。这次能赢，运气占了一半。如果不是老哥的那一剑，如果不是旺曹的疯狗流打法，如果不是那个老怪轻敌，哪怕有一个环节出错，现在的我已经是一具残骸了。我的阵法还需要加强，还得尽快炼制铜甲尸才行。只有手里握着绝对的力量，才能在这个吃人的世界里活得像个人样。还好，老哥虽然虚了点儿，但只要沉睡过去，能进来空间就好。至于那老怪，以后再找你聊天。拼了！起！这不仅是疗伤，更是一次破而后立的蜕变。这可是炼制五行铜甲师的绝佳材料，虽然比不上上官高速的那具合体期肉身，但也比普通的4阶妖兽强。小天，娘，我没事，别哭，都是皮外伤，外面那些人已经被我收拾了。您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真的没事。大哥，师兄，这里不能待了，收拾东西，咱们连夜走。走，去哪儿？这可是咱们的根呐！爹，我也没有想好去哪儿，离开这儿再说。到现在，我只知道对方是天眼宗的人，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事，但涉及到宗门，我们得第一时间离开这里。至于为什么他们一出手，就是要对我们全家进行灭杀，还是一个元婴加3个金丹，但估计也是因为我的原因，不知什么时候惹了不该惹的人。虽然今天赢了，
但保不齐以后还有报复，只能先离开这里，再找个地方才是最稳的办法。姐，把你那里的金银细软都拿出来，我有用。你们在家里收拾，大哥，注意保护他们。等我回来，我们马上离开。大人，大人，有人带着县使大人闯进来了。许县使，许县使，这是赔偿百姓们的。今晚我家遭了贼人，动静大了点，波及了周围的街坊。这些钱麻烦大人帮忙分发下去，一部分给兄弟们押金，辛苦大家半夜还要值班。但这钱财的大部分必须全部用于修缮受损的民房，救治受今晚之事波及的百姓。每一笔钱，麻烦张县令都要亲自监督，并落到实处。我会暂时带我家人离开安平城，但我林家在安平城的名声不能臭。大人，您明白吗？明白，明白。这几块石头，大人留着把玩，或者换点养老钱都行。至于这瓶子里是几颗灵药，大人可服下，可保长命百岁，无病无灾。哎呦，这可使不得，这太贵重了。林监事放心，这事儿包在我身上。谁要是敢说林家半个不字，那就是跟我张某人过不去，我扒了他的皮。那就多谢大人了。对了，我姐夫的职位，麻烦大人另寻贤能。爹娘，别看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只要咱们一家人都在一起，不管在哪儿都是家。而且那是真正的神仙日子，到时候我们找个空气好，还没人敢欺负咱们的地方常住。而且这里我交代了，县令会保护这里的，这还是咱们家。以后这安平城，咱们想回随时能回，飞过来也就一顿饭的功夫。哎，走吧。爹娘大姐姐夫，上非洲吧。行。哥，师兄，还有胖子，咱们得商量个事。现在重要的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后面还有没有人，也不知道咱们是不是被更大的势力盯上了。胖子，这里是5000块上品灵石，你带着我爹娘、大姐一家，伪装成去天星虫投奔亲戚的发商。传送阵虽然可以传送凡人，但是远距离传送，如果没有灵力护着，有可能会撕碎他们的身体。你现在的修为可以护得住我家所有人在传送阵中的安然了。还有，后面这段时间，麻烦你陪着我爹娘他们。我会把咱们宗门的联络点告诉你，你有什么事情，直接去找那里一个叫陈富贵师兄，我会和他打招呼的。你的交际能力强，这事儿交给你，我放心。天哥，你这就见外了。我知道，我有今天都是靠你和山哥关照的。伯父伯母就是我的亲爹娘，大姐一家也是我的家人。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一定护着他们，就没人能动他们一根汗毛。好兄弟。爹娘，本来我是想带你们回宗门的，但现在我改主意了，咱们先不去宗门了。宗主和老祖都不在，现在的归元宗未必会护住咱们。咱们先去天星城，到了那边，我打探点消息后再决定去处。天星城，天星城是咱们青云州最大的城，也因为是大城，所以我觉得才是最安全的。天星城里有青云州3大巨头之2的上官家，还有欧阳家这2大巨头坐镇。这些年我住在天星城，那里是整个青云州将凡人保护法执行的最严苛的。在那里，修士别说是伤害凡人，就是无理欺负凡人都是大罪，没人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动手。而且那里生活便利，只要我们低调点儿，过个富家翁的日子不成问题。我和大哥苏师兄会在暗中跟着你们，直到你们安顿好，然后我们会暂时离开。等我办完事儿，就去找你们。哎，听你的，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的。这胖子虽然修为不高，但办事确实靠谱。那是，他在外门馆采买的执事这个位置上混了这么多年，早就练出了一双火眼金睛。有他在明面上应付，比我们这些只知道闭关修炼的人强多了。行了，家安顿好了，接下来该去办正事了。小天，咱们去哪儿？走，得先把事情查清楚。天眼宗的一尊元婴带着3尊结丹的大能杀到咱们家去，绝对不是小事，得搞清楚他们的原因。但既然天眼宗的人出手了，那我一定要想办法，让他们全都把命留下。
说吧，你是谁？堂堂天眼宗长老，为什么动我家人？小子，你敢囚禁本座？本座说过，本座是天眼宗执法长老莫千愁。本座的魂灯就在宗门祖师堂，一旦我出事，魂牌碎裂，戴宗主必会倾巢而出，将你这小小的灵家夷为平地，甚至不惜代价与你归元宗开战。魂灯开战？你以为我的灵晶是普通的法宝？在这里，你的因果被切断，天机被屏蔽，别说是魂灯，就算是你那天眼宗老祖亲自来到我面前，也算不出你被小爷我禁在此处。莫千愁是吧？为什么要杀我家人？啊！住手！住手啊！我说，我是为了兴魂那个被你们杀死在秘境里的爱徒。小天，这事哥刚才就想和你说了，现在他说出来了，也证实了我和苏师兄的猜测，那星魂是我们杀的。当年在五行陨星界秘境，那小子仗着修为高，想要杀人夺宝，还要羞辱苏师兄和叶师兄，我们几个联手还有旺财一起把他宰了。是我们连累了伯父伯母。原来是这样啊，连累个屁呀！杀了就杀了，没什么大不了。本来修行界中杀人夺宝本就是常有的事，要怪只能怪那个叫行魂的技不如人。再说了，是他先动手的，败了活该。不仅不怪你们，我还要谢谢你们，没让你们自己和旺财吃亏。至于天眼宗，这笔账得想办法要算了。林师弟，要不回我们宗门吧？虽然宗主和另外2位老祖都不在，但归元宗还有一张底牌。底牌？太上3长老，也就是我师爷，这是绝密。我师尊应该是怕我泄气，曾隐约和我透露，师爷早些年闭了死关，正在冲击化神，用的就是你当年带回来的那株9转还魂草炼制的丹药。虽然不知道能不能成，但只要师爷他老人家还在宗内，天眼宗就不敢轻易打上山门。太上3长老冲击化神，如果成了，归元宗就是当下青云州强者宗门，天眼宗就是个屁。但如果没成呢？我现在的身份太敏感，五行金丹，绝灵海归来，身怀巨富，一旦暴露，归元宗内部未必人人都能不动心。师尊和枯荣师爷都不在，回宗是肯定要回的，但不是现在。现在的归元宗未必比这里安全，而且我们在暗处，他们在明处，这才是我们的优势。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先摸清天眼宗的底线。灵师弟，你不是去往中州了吗？路上出了点事儿，运气好捡了条命，这不又跑回来了。麻烦陈师兄将这些药草送回宗门去，交给李峰主。还有，不知陈师兄能否帮我查点事，关于天眼宗的，越详细越好。嗨，师弟你这说哪里话？刚好这情报在上次泉州聚集前往中州时，我们都收集了不少。你坐会儿，师兄这就去给你找来。这陈师兄对你倒是殷勤，他是为数不多知道我身份的人。莫千愁，那老东西的魂灯果然没灭。情报上说，天眼宗现在的状态很微妙。执法长老失踪，魂灯却未熄，只是光芒暗淡如豆，摇摇欲坠。这让他们既不敢大张旗鼓地发丧讨回公道，又不敢真的以为人还活着，只能像没头苍蝇一样暗中疯狂排查。只要魂灯不灭，他们就存有一丝幻想。虽然不排除天眼宗内有人知道莫千愁前来寻仇，但天眼宗应该是不敢轻易与我宗全面开战，这就给了我们时间。师弟，将他关在灵晶里，这一手灯下黑玩得漂亮。那是，养着他比击败他有用。天眼宗明面上还有5名元婴长老，老祖级不知是死是活，但去了中州2人，还有2人最后一次出现都是100年前元婴巅峰。算他共有6个元婴，1000金丹，得好好想个法子才行了。留着你还有用。既然你是执法长老，那你的魂灯，也许就是我送给天眼宗最好的礼物。让开，都让开！文公，林兄真的是您啊！您终于回来了，可想死弟弟我了，是不是又安排大量出货了？嘘，林兄，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而且有件天大的事儿，我得赶紧告诉你。什么事？我爹出关了，我打听到了，我家那23姐，她疯了。婉儿小姐她疯了？是啊，你不是让我打听为什么全上官家都在找你吗？然后呢？你打听出来了？这点小事不难，就是之前我爹在闭关罢了。是这样的，我姐她传音回来，刚入太上道宫不久，就被一位太上长老收为亲传。结果，你猜怎么着？
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往家里连发了100多道的加急传音符。按照我家老头子的说法，算上在绝灵海被毁灭的，估计我姐至少得发出了几百道传音符。他甚至还给家里下了死命令，若是找到你，必须以最高规格礼遇，若有怠慢，他日后定不轻饶。灵兄，你到底有什么法宝，让我那个冰山姐姐那么迷你啊？能不能传授兄弟一点？而且，最重要的是，老爷子都被惊动了。出关后，和我2位伯伯都没心思闭关了，都在满青云州的找你呢。既然咱们遇上了，不如您这就跟我回府。我们家老爷子若是见了您，定有大喜。这可是我也跟着沾光的好机会啊！现在还不是时候，计划未成型，归元宗实力不足。此时若大张旗鼓进入上官家，固然能借势，但也等于将自己和家人的位置彻底暴露。青云州3族鼎立，任何一家的风吹草动，能瞒得住另外2家。狗道中人最忌讳的就是底牌全露。金红兄，这上官府我就先不去了。啊？为何？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23姐现在可是圣地亲传，未来不可限量。你若是吃上这软饭，兄弟，你觉得你姐为什么要发上百道传音符找我？是啊，23姐那种冰山性格，什么时候对一个人这么上心过？而且那语气，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怎么听怎么像是一种执念。有些事不足为外人道也。我现在若是大张旗鼓的去了，万一传出什么风言风语，对你姐的名声也不好。况且，我也还没准备好怎么面对你们家里的长辈。私情？这绝比是私情，还骗我说被赶下非洲的。怪不得23姐那么高傲的人会如此疯狂，原来眼前这位是未来的姐夫，而且还是那种让姐姐爱而不得、狠人姐夫。懂，我都懂。灵兄，哦不，姐夫，您是怕老爷子棒打鸳鸯吧？也是，这种事儿确实得从长计议。所以，今天见过我的事，保密，绝对保密，我绝不会跟任何人提起，包括老爷子。您放心，弟弟我嘴最严了。这可是23姐的心上人，我现在帮她遮掩，那就是雪中送炭。以后她在姐姐耳边吹吹枕边风，自己在家族的地位还不是扶摇直上？而且这个亲戚化神是板上钉钉的事了，甚至炼虚合体，那就多谢了。行了，我还有要事，最近要离开一段时间。你若是真有心，就帮我暗中留意一下天眼宗的动向，回头少不了你的好处。没问题，不就一小小的4品宗门吗？你放心。师弟，你和上官家的天才婉儿姑娘居然有一腿？哪有的事儿？她都300-400岁了，而且这叫善意的谎言。为了我的计划，也是为了她好。走，回小院通知胖子和爹娘收拾东西，咱们马上走。又要去哪儿？不是说不去上官家吗？不去了，咱们回宗。天哥，胖子，伯父伯母他们呢？刚打扫好庭院，在屋里呢。来不及解释了，我有些事情要办，把他们全放在这儿，我始终是不放心。参见真禅师弟。无需多礼，安排宗门最快最稳的飞舟，送我的家人回宗。是。天眼宗、太乙宗，这一次，咱们新账旧账一起算。规矩就是规矩，反正只要家人安全，其他的都不重要。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弟子在外游行时，遭遇天眼宗莫千愁劫杀，幸得旺财相助，加之对方大意轻敌，才侥幸逼退兄弟。欺人太甚！天眼宗莫千愁那老狗，身为元婴长老，先是构陷我宗在前，如今竟敢劫杀我宗3位亲传，简直是丧心病狂！此仇不报，我归元宗颜面何存？莫千愁，哼，这天眼宗一直以来都是铁了心要跟我归元宗过不去。凌天，你做得很好，不仅护住了家人，还保住了灵山和清风。若是你们几个出了事，那就是动了我归元宗的根基。宗主过奖了，这是弟子分内之事。宗主、峰主，既然天眼宗已经撕破脸了，我们是不是该做点什么？比如主动出击。凌天，你有血气是好事，
但宗门之战，牵一发而动全身。如今库容二师叔和方师叔以及宗主都去了中州，宗门内虽然还有我们几位师兄弟坐镇，实力也不差他天眼宗什么，但这并不是可以开启宗门大战的时机。更何况那里还有个虎视眈眈的太一宗，若是我们和天眼宗拼个两败俱伤，最后只会便宜了太一宗。不过，你小子送回宗门的药炼成破镜丹后，先是二师伯化身成功，如今你三师爷也在闭关当中，相信假以时日，我宗将再添一名化身。三师叔乃是纯粹的剑修，攻伐之力冠绝青云。当年他们几位太上决定去中州之前，便留下最后一枚丹药，令三师叔护宗。师叔他老人家便立下誓言，不入化神，绝不出关。估计也就是这1-2年了吧。一旦化神成功，到时候别说是区区一个天眼宗，就算是太一宗的行无道，也要避其锋芒。所以，我们现在的策略就是先稳住，守好山门，积蓄力量，等待三师叔出关的那一刻，到时候新仇旧恨一起算。化神期的剑修，那确实是核武级别的威慑力。弟子明白了。既然要等，那弟子也不能闲着。弟子在外面游行时学了一些炼器和阵法的小手段。既然宗门要备战，弟子想申请一批材料，尝试改良一下门内弟子的法器，或者炼制一些特殊的防御法宝。只知道他灵芝有天赋，没想到还会炼器。准了。这是宗门宝库的附令，除了最核心的那些东西还需要我的批准之外，其他的材料你若是需要，尽管去取。若是能提升弟子的保命能力，算你大功一件。多谢宗主，有了这个官方许可，计划终于可以铺开了。化玄剑修嘛，那就等您出关，到时候希望天眼宗的护山大阵能扛走一点。老哥，好点没有？别睡了，起来干活。你不知道我刚苏醒吗？上次帮你老哥，我魂都快散了，这大半夜不让休息，叫魂呢？怎么不再等等？要开始炼制了？要报复上次那人的宗门还是家族？还是准备去挖哪家祖坟？又或者准备去抢哪个圣女回来留给我？挖坟抢人那种低级趣味，哪配得上咱们这种高尚人才？嘿，老哥，我记得你日记里说过，修仙的尽头是科学，阵法的本质是数学。现在有个验证理论的机会，干不干？这是我那小须弥9宫复合大阵的变种。确切的说，是超视距精确制导饱和式灵力打击阵列。天眼宗和太一宗欺人太甚，我打算送了一份大礼，但是我不想也不能跟他们硬碰硬，太累也太危险，不符合我的修行理念。我想利用这具拥有合体期强度肉身，作为阵法炮台，承载超负荷的灵力反噬，然后我再结合我们宗门的几百名5行属性灵力的金丹师弟和师叔们，通过你的数学模型进行压缩、加速。我要在几百里外，不需要他们露面，直接把他们的护山大阵轰成渣。或者说，如果我的计划成功，他们的护山大阵已碎，那我就省很多事。他们不是想要5行至宝吗？我送他们一个5行至宝，到时候老哥，你看啊，咱们先这样，把饵撒出去，让他们先窝斗，然后呢，咱们再那样，暗地里把刀磨快点，等他们一咬钩，咱们就继续这样，给他们点甜头，让他们觉得稳了。这时候他们肯定会那样，急呼呼的就按我们想的做。所以咱们正好趁这个机会，再那样反手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而且到时候他们一乱，咱们还能顺手把那边的浑水再搅一搅。估计他们想破脑袋也想不到，咱们还有后手。只要这一套连招下来，我有把握，绝对能把他安排的明明白白。你觉得这波那样行不行？用合体期肉身当炮架子，用金丹当电池，用微积粉算弹道，然后去算计。你要不让我夺舍吧，我感觉金丹我也可以凑合的用用。去，夺舍了我不就成了你了？你还有本天才这样的头脑吗？说的也是，天才，你他妈真是个天才！这想法太疯狂了，但我喜欢。不过，我估计这阵眼还得是你来守，光靠我的那身体不行，即使我去操控也不一定行，因为5行灵力只有你才是最熟悉的。还有，你这算法有点粗糙。灵力在高速压缩过程中，不仅要考虑空气阻力，还要考虑5行灵气的衰减率。如果是这样硬轰，怕是还没飞到目的地就散了，
或者威力削减了一半以上。阵眼的事我也有考虑，先试试，到时候实在不行，我就亲自压阵。而且我也有后手，现在就是先需要老哥出马的时候了。我也知道上次一战让你消耗不小，本应可以让你从从容容的养魂，奈何老弟我实力不足，只好匆匆忙忙的叫老哥你来帮忙了。哪儿？这是养魂木，是我从我苏师兄那儿借来的，你抱着睡吧。而且你是数学博士，兼前合体巅峰期大能，这种关于灵力运转高密度的计算还得你来，我负责提供资源和人力，你负责提供技术支持。至于刚才你说的那个阵眼问题，老哥你说的对，这具身体虽然强，但毕竟是已经失去生机的躯体。这样行不行？老哥你看，到时我需要你在灵晶里操控它，就算不能传导和控制五行灵力，但充当火控雷达，精准锁定目标，这个应该可以吧？能不能做到？哼，笑话，男人怎么能说不行？而且只要灵手管够，别说几百里，就是几千里外的一只蚊子，老哥也能给他算得死死的。但你也得有2个方案，万一1击不成，得至少能打2至3击，这样才可以保证你的计划相对稳妥。那就行，老哥你说的没问题。至于人的事儿，我来安排，就劳烦老哥你帮我实现现在这些推演了。这得用2次函数修正抛物线，这灵力压缩比，如果按这计算，估计要达到临界值了。这里得加个类似增压阀的阵纹，风速、湿度，还有灵气乱流都得算进去。这玩意儿要是真的能造出来，那天眼都想不到，有一天会被数学给教育啊，不，给重新定义了战力标准。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老哥，你说当科学遇上修行之道，当真理真的只在设置内时，那画面会不会很美？美得很，我都迫不及待想那帮老小子一脸懵的样子了。那快开工，让他们看看什么叫降维打击。弟子参见裴师叔。凌天啊，你不在山谷里好好陪你家人，跑这儿来做什么？现在宗门不太平啊。回师叔的话，正是因为不太平，弟子才来的。这是什么？给宗门的活动经费。1.20万上品灵石，你哪来的？你去太一宗宝库了？师叔说笑了，弟子这是在外面和上官家合伙做点小生意赚的。上官家？天星城那个上官家？是的，师叔，不然整个青云州谁还能带着弟子发这笔横财啊？不过师叔，虽然钱不是问题，你得帮弟子保密。还有就是，弟子可能接下来要有大动作，需要人，需要材料。你说要什么？只要宗门有的，只要不违背祖训，全都依你。弟子需要5个元婴期长老，必须是要守秘密的。还有，弟子还要找495名金丹期弟子。你要那么多人干什么？而且要还要几百个人，那495个人，这数字有什么讲究？回师叔，这当然是有的，必须严格按照五行属性来分，金、木、水、火、土各99人，少一个不行，多一个不要。而且，必须是那种令命禁止，让往东绝不往西的死忠。弟子要让诸位师兄师叔们陪弟子演练一个阵法，如果此阵可成，将来与天眼宗开战时，那战力绝对不输化神一击。化神一击，你一个金丹可以布下那么强悍的阵法？好吧，师叔答应你，但你要给师叔几天的时间，我亲自去各峰挑人。还有材料，弟子希望师叔您可以动用宗门所有的渠道，去采购市面上最好的炼器材料。深海寒铁、天外陨星砂、赤炎铜晶，只要是硬度够高、耐高温、传导灵性好的，有多少要多少。另外，师叔，咱们自家库房里那些压箱底的宝贝也别藏着掖着了。师叔，我要去挑几件。去吧去吧，反正这宗门以后也是你们年轻人的，别搬空了就行。这块金之母不错，拿走。这块千年雷击木正好做握把，拿走。这是啥？须弥石，扩容用的，好东西全拿走。注意动作要领，不要晃来晃去。各位师叔师兄师姐们，大家的灵力输出要稳，就像呼吸一样，别忽大忽小了。火阵营的第3排第5个师兄，你的火灵力太暴躁了，差点把前面的人烧了。好的好的。一根根灵力导管，挺好用的。普通的晶体根本承受不住那种瞬间的高压。失败是成功之母。刚才虽然炸膛了，但我发现，如果在枪管内壁刻画3层固灵阵，再用风系阵纹加持旋转，初速绝对能再提高3成。你这疯子，
如果是那样的话，还得考虑散热。普通的含铁不行，得用深海含铁晶。还有撞针部分得改，糖压、初速、稳定性、散热系数、材料应力、灵力衰减率。我就说不行吧，灵石粉末太不稳定了，刚才差点把我也给炸散了。这是科学的代价，懂不懂？神识锁定，中偏修正，灵力注入。成了！老哥，你看这个膛线刻画的怎么样？这穿透力，元婴初期的护盾估计也撑不了几发吧？妙啊，简直妙不可言！用暴灵阵做撞针，用上品灵石做底火，你小子这脑子是怎么长的？不过这里枪膛这里还得再加固一下，得用那个金之母做个内胆，我怕不稳定又炸膛了。有道理，不仅要防炸膛，还得考虑后坐力，别把使用者的肩膀给震碎了。刚才后坐力就有点大。还有这个倍镜，我打算再加强一点，让使用者的神识链接进去时计算灵力衰减。咱们看看能不能给他来个超视距、精确制导、爆头打击。让那帮只会开盾硬扛的修行土摆子知道什么叫7步之外枪快，7步之内枪又准又快。我以前怎么就没想到呢？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那帮金丹，甚至是元婴老怪的护体罡气被这玩意儿像纸一样捅穿时的表情了。这叫什么？这叫众生平等。凌天这小子让裴师兄把我们集中到这儿来，神神秘秘的，到底搞出了什么东西？非要把咱们这帮老骨头都折腾过来。这几个月，我那徒弟灵山也是天天往那个破山谷跑，连体修课都不上了。要是拿不出好东西，老子非得踹灵山的屁股10000次不可！稍安勿躁，那小子从不做亏本买卖。上次他带回来的资源可是解了燃眉之急。弟子凌天见过各位师叔师伯。行了，别整虚的。听裴师兄说，你弄出了个能改变宗门命运的法器，还用了宗门宝库里最好的材料，拿出来让老夫瞧瞧。要是糟蹋了东西，老夫可不饶你。是，陆师叔。此物名为66式破灵狙击枪。裴师叔，可以开始了吗？开始吧。枪头都没有，还自称是枪，光说不练假把式。师弟，这玩意儿练了几天了，应该没有问题了吧？回师兄，这几天您教过，我已经会了。陆师叔，麻烦给那傀儡加持一道巅峰级别的防御护盾。筑基巅峰，这弟子才筑基初期，筑基初期想要破开巅峰防御，无异于痴人说谋。确定。哼，装弹。这是灵力压缩阵，还有旋风阵，怎么可能在这么小的空间里叠加这么多阵法？开始射击。这是筑基初期能打出来的威能，这穿透力，这爆发力，就算是极品灵气飞剑也做不到如此干脆利落，而且不需要法诀，不需要蓄力，使用者的一身灵力就能用。这东西能造多少？各位师叔，如果我说这种枪只要材料足够，我们能造1000把呢？这把枪控制不好，直接就炸，到时候退场的是开枪者了。但即使如此，现在威力就摆面前，天眼宗的护山大阵还算个事儿吗？他一击便可击溃筑基巅峰，甚至这威能击中要害。金丹初期若无极品法宝护身，也得重创。裴师兄所言虽然有理，但这代价也不小。如此一击，便需要3枚上品灵石。筑基期若是连打2枪，至少要躺3个月。金丹期修士身体倒是扛得住，但此枪抽取灵力太快，连打3发，金丹期也会出现真空期，是大忌。而且养伤也要3个月以上。3枚上品灵石换一条筑基巅峰甚至金丹初期的命，值，太他娘值了！凌天，快把图纸给我，那个核心的压缩阵纹简直是天才的构想。图纸在此。可是陆师叔，图纸失职可以给戚风，并且要保证打造灵剑的师兄们不会知道是在打造什么东西，一人负责1样即可。最后的灵能聚合撞锤以及核心阵法链接，必须由我或者我指定的人来完成组装。你这是什么意思？信不过老夫，信不过戚风的师兄弟们。师弟，凌天这个做法是对的，此物威力太大，若是图纸流落出去，那这杀气明天就会用来对付我们。部件必须分开打造，最后由你亲自组装，
核心部件必须掌握在最少数、最核心的人手中。陆师叔，气风负责造壳，我负责注入灵魂，这样就算有人偷了图纸，造出来的也只是一根烧火棍。弟子管这叫技术壁垒。好，老夫答应你，气风全力配合，所有材料优先供应，所有炼器师听你调遣。多谢师叔，由师叔安排人员分别打造即可，最后的组装由师侄处理。另外，我还研发了一款低配版的灵鹰手弩，只要下品灵石就能驱动，炼气期就能用。如果100个炼气期齐设，即日起气风封山，全宗资源倾斜。凌天，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是，弟子定让这修仙界知道什么叫时代变了。枪炮已备，粮草充足，那500人的五行诛魔阵也练得像模像样了。可惜，这最大的核威慑却迟迟没有动静。你那师祖虽然吃了九转还魂草炼制的破镜丹，但毕竟是剑修。作为一名剑修，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想在这么短时间内突破是很困难的。那也没有别的办法，谁让中州把资源陷得那么死，好东西都被他们垄断了。听斐师叔说，天眼宗最近像疯狗一样在试探，太一宗那个行无道也一直找借口想介入。若是没有化神坐镇，咱们这200条枪最多只能打个出其不意，一旦陷入持久战，归元宗必亡。所以，我觉得还是得找个外援，或者找个够硬的盾牌。老哥，咱们之前聊过的那个计划，我觉得是时候提上日程了。你是说青云州这边的上官家？没错，上官、欧阳、太一3足鼎立。天眼宗的执法长老失踪，到现在仍没有音讯，魂灯也没灭。最近的情报来看，天眼宗的确知道莫千仇是劫杀我家了。太一宗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后盾，欧阳家还有死仇在，唯独上官家还有一份情分在。而且，老哥，你不是一直想知道这上官家到底是不是你那个上官的分支吗？我在古墓里待了几千年，外面的世界早已沧海桑田。如果真是我大哥那一脉的后人，那这忙老哥我还真帮得上。嘿嘿，这就对了，咱们这叫双赢，借上官家的事灭天眼宗的威，顺便还能帮你认祖归宗。滚蛋！老哥我就是他们的祖宗。好好好，依你，您是老祖宗。根据情报，欧阳家似乎想联手太一宗打压上官家的生意。上官家现在也需要一个盟友了，而我们归元宗3事业突破后，我们将有无法拒绝的筹码。筹码？先不说能不能突破，你是说凭这些老六式狙击枪？什么老六式？那叫66式。凭你，凭我是上官婉儿的救命恩人，凭你是上官家的万年老祖。只要操作得当，我们不仅能拉上上官家，还能让他们冲在最前面。你小子心真黑，这样害我的后人。怎么能说是害呢？要是事成了，他们就是青云州唯一的霸主，不是？旺财，别睡了，咱们准备出发去天星城。这一趟咱们要去认亲。唉，我操，滴血！不对，这股意境是剑意，而且是触及到了法则边缘的剑意。你们宗门有人在突破化神。化神？太上3长老真成了，太好了！这是太上3长老的裂天剑意，800多年了，师祖他老人家终于真的要成了。护宗大阵全开，所有弟子原地盘膝赶位，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天象，违令乱跑者斩！响彻云霄，恭贺老祖神功大成，仙福永享，寿与天齐。这就是化神吗？二师兄，我也做到了，这一切都是那小娃娃的功劳。那是这小子什么时候回来的？还有那个残魂是什么怪物？裴寂，凌天那小子怎么在山谷里？他不是去中州了吗？还有他身边那个是谁？老祖这事说来话长。凌天他是不久之前从绝灵海死里逃生回来的。至于那位，凌天说，那是教他种出九转魂草的老前辈。什么？快随我去山谷！如果那真是位高人，那凌天这小子，怕是给宗门带回了一个天大的祖宗啊！道友既然来了，何不现身一见？老哥，别装睡了，快出来吧。现在的年轻人火气都这么大吗？刚突破化神，连境界都没稳固，就急着到处乱跑。你的剑意虽然锐利，但根基未稳，若不及时调理，怕是这辈子也就止步于此了。阁下是
我是谁不重要，我只是一个被时代遗忘的老鬼，如今寄宿在这小子的灵经里，苟延残喘罢了。老祖，这位就是我常跟大家提起不少的那位种地的老前辈。当年在妖兽山脉的古墓里，正是这位前辈救了我，还教了我怎么种那株九转还魂草，怎么布阵，等等。弟子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前辈，弟子早就陨落了。原来如此，难怪这小子能从绝灵海活着回来，难怪他能拿出那么多极品资源。那把枪，那把66式狙击枪上的阵纹逻辑，根本不是现在的炼器体系，这根本不是灵天能做出来的。九转还魂草，5阶甚至更高，能培育此物，此人生前至少化神巅峰，甚至炼虚合体。原来是前辈，晚辈蒙天放，多谢前辈对猎徒孙的教导之恩。若非前辈指点神药培育之法，晚辈此生恐怕化神无望。无需多礼，我与这小子算是有些缘分。我只是一缕残魂，也就是些皮毛罢了。灵天啊，你这孩子嘴也太严了，怎么之前不说清楚呢？师叔，前辈喜静，不想被打扰。这次面临大敌，我才不得不请前辈指点5行绝灭阵。对。行了，叙旧的话以后再说。我这残魂不能在外面待太久。灵天，你不是说你那个师兄的肺脉还有救吗？趁我现在还有点精神，赶紧的。前辈，你是说有办法重塑清风的经脉？虽然不算是小事，经脉尽断算什么？只要人没陨落，换套灵剑不就行了？不过原本担心没有灵力精重的人来护持，这小剑修既然突破了化神，这人形稳业器就算是送上门了。去把那株压箱底的宝贝拿出来吧。老哥，你确定这事一直没个定论？怎么突然就动手了？万一弄巧成拙？废话，我是合体系还是你是？我说行就行，赶紧去，别磨叽，这笔我帮你装定了。老祖，各位师叔，我想现在是时候了。希望老哥别坑我吧，苏师兄，我也不想冒险，但毕竟9品丹方，丹师都是个未知数，这一次能不能逆天改命，就看他的了。这是传说中生长于极寒绝地的9品神药天脉紫金藤吗？天哪，这世间真有此物啊！这简直是夺天地之造化呀！前辈说可以试着用这藤重新为你重塑根基，但至少需要化神期大能护住心脉。如今老祖神功大成，这便是天意。前辈深谋远虑，晚辈佩服。为了清风，晚辈愿倾尽全力。行了，别在那儿互相吹捧了。不过丑话说在前头，如今我们只能用最古老也是最直接的法子——灵植嫁接术，以藤带脉重塑灵根，过程会很疼，比剔骨削肉还疼100倍。小娃娃，你扛得住吗？前辈放心，只要能重回大道，别说是疼，就是把这身骨头拆了重装，晚辈也绝不皱一下眉头。好，有种！老弟，你负责用5行灵力提供生机，这事儿你熟。化神小子，你负责用灵力护住他的心脉和识海。现在别让他疼死了。是，老哥，前辈。结阵。小李子，别抖。前辈，把你那点可怜的丹火收起来，只需要用你的木系灵力温养这小子的肉身即可。化神小子，动手！定。前辈，心脉与识海已锁，他扛得住。老弟，该你了。这天脉紫金藤药性霸道，你必须用5行灵力将其化开，只留那一丝先天紫气，然后像穿针引线一样，把它种进你师兄的断脉之中。明白？5行之力研磨万物，萃取精华。师兄，忍着点。这就是天脉紫金藤的本质吧？上古神药，当真夺天地之造化？就是现在，去！师兄在痛，但我不能停。停1分，前功尽弃；停1秒，经脉尽断。忍住！要想人前现贵，就得人后受罪，这点痛都忍不了，还修什么道？引导药力，走手太阴肺经，入手阳明大肠经，上贯足阳明胃经，下贯足太阴脾经。痛，但我感觉到了，我感觉到了经脉在动，它在动。好小子，是个硬骨头。最后一步，解剖丹田，加1滴就够了。5行灵液为融合剂，让紫气与他的肉身彻底一。成了，成了，真的成了！老哥，是不是好了？清风，弟子苏清风，多谢前辈，多谢师尊与众师叔师伯，多谢师弟再造之恩。天脉木灵根，后天下接韧性与生机比你原装的强1倍不止。小子，以后好好修炼，别辜负了你师弟这一身的汗。